说真的，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地球刚好是现在这么大？不是跟太阳一样大，也不是跟木星一样大，就偏偏是这个不大不小，刚刚好的尺寸。你以为这是巧合？不，这是引力，这个无形暴君精打细算的结果。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把宇宙的参数面板打开，把地球大小这个滑块往右拉，看看会发生什么。剧透一下，没什么好结果。先来感受一下数字的冲击。太阳的直径大约是139万公里，地球的直径是12700公里，太阳的直径是地球的109倍，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130万倍是什么概念？你能往太阳里塞100万个地球，还有富余。太阳的质量是地球的33万倍，表面重力加速度大约是地球的28倍。这些数字你可能在课本上见过，但从来没真正感受过它们的分量。没关系，接下来我帮你感受。先说一个最直观的变化，如果地球突然变成太阳那么大，但质量不变，也就是说密度暴降，那你在新地球表面感受到的引力反而会变小，因为表面积离中心太远了。但这不是我们讨论的情景，我们讨论的是地球保持原来的密度，变大到太阳的尺寸，这意味着质量也会暴增，暴增到33万倍地球质量。这个假设虽然物理上不可能实现，但它能帮我们理解引力和尺度之间的关系。28倍重力是什么概念？一个70公斤的人在新地球表面重1960公斤，你的骨头承受的压力是现在的28倍。你站不起来的，你连躺都躺不久，因为你的肋骨会被你的内脏压断。你的心脏需要把血液泵到大脑，在28倍重力下，心脏每跳动一次需要克服28倍的重力做功，你的心脏根本撑不住。几秒钟内，你就会因为脑供血不足而晕厥，然后因为肋骨断裂和内脏挤压而死亡。这还是假设你能呼吸的前提下的。在28倍重力下，空气也被压缩了，大气层的厚度变薄，但密度暴增。海平面的大气压不是现在的一个大气压，而是28个大气压。你在水肺潜水时，10米深的水压大约是2个大气压，28个大气压相当于潜水到270米深的压力。人类在这个压力下，不用几秒钟，肺部就会被压瘪，耳膜破裂，全身毛细血管爆裂。你可以这样想，如果你站在太阳表面，你的体重会是现在的28倍。你现在70公斤的话，到了太阳表面就是将近2吨。2吨是什么概念？一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压在你身上，但太阳表面温度有5500度，你根本没机会感受这个重量，你会瞬间气化。不过在我们要讲的假想里，没有5500度的高温，只有28倍重力的压迫。好，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神奇的宇宙遥控器，我们按下按钮，地球开始膨胀，不是慢慢膨胀，是瞬间变大，变得和太阳一样大，密度不变，质量同步增加。第一秒会发生什么？你可能会想，太好了，终于不用挤地铁了。地球上现在有130万倍的表面积，人均面积大得离谱，房价直接归零。这个想法很美好，但你大概活不到享受低价房的那一天，因为地球变大的那一瞬间，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会收到一个消息，你完了。
地表重力变成现在的28倍，什么意思呢？你现在的体重如果是70公斤，在新的地球上你会变成将近2000公斤，2吨。你的骨骼、你的肌肉、你的心脏全都要承受28倍的压力。你可能觉得我躺下不就好了？没用，你的心脏要泵血，但在28倍重力下，血液会像水银一样沉重，你的心脏根本蹦不动。你试试背27个人在身上，然后做深呼吸，看看能不能吸进来气。你的胸腔肌肉要对抗28倍的重力，把胸廓撑开，几秒钟之内你就会窒息。说真的，你不是被压死的，你是被憋死的。而且这不只是人的问题，树木会瞬间折断，不是弯腰，是直接从根部断裂，像牙签一样断掉。参天大树、几百年的红杉、直径10几米粗的猴面包树，全部1秒钟之内折断，不是因为风，就是因为它们自己的重量。你可以把一棵树想象成一根竖着的柱子，柱子的承重能力和它的截面积成正比，但柱子本身的重量也和体积成正比。当重力放大28倍，柱子的自重增加了28倍，但木材的强度没有变。这就好比你拿一根筷子慢慢加力，到某个点筷子就断了。28倍重力就是那个断裂点，而且是远远超过。所有建筑物，不管你用什么材料，钢筋混凝土也好，钛合金也好，全部坍塌。你以为金字塔能扛住？2万吨的石头在28倍重力下等于56万吨，金字塔会像沙堡一样被自己的重量压平。你说埃菲尔铁塔，铁塔的设计余量是4到5倍，28倍重力直接超出设计极限5、6倍，铁塔的钢架会扭曲变形，像扭麻花一样垮下来。中国的故宫呢？木结构建筑对重力更加敏感，28倍重力下，那些柱子承受的荷载是原来的28倍，而木材的抗压强度没有变。太和殿的柱子会像筷子一样被压断，整个屋顶塌下来，大气层也会出问题。28倍的重力意味着大气被压缩得更加紧密，地表气压会飙升到恐怖的数值。现在地球的海平面气压是一个大气压，28倍重力下，如果大气总量不变，气压会增加到大约28个大气压。28个大气压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你潜水到水下270米的深度，专业潜水员到了那个深度都要穿特制潜水服，你的耳膜会在第一时间破裂，然后你的肺部会被高压气体撑爆。但这都不重要了，因为你已经窒息了。有意思的是，如果你能在某种魔法保护下存活一小会儿，你会看到一些非常诡异的景象。地球变大了，但水量没变。原来覆盖地球71%表面的海洋，现在摊在一张大了1万倍以上的桌子上面。海洋会变成一层薄薄的水膜，比纸还薄。你看到的是一个无限延伸的湿润泥球，水浅的你连脚趾都淹不了。但别高兴，这层水膜会迅速蒸发，因为大气压虽然高，但地表面积太大了，阳光照射的水域面积暴增，水蒸气很快就会充满大气层，然后在28倍重力的作用下，水蒸气又被死死压在低空，形成一层又闷又热的毯子。温室效应失控，地表温度飙升，最后的最后，地球会变成一个巨大的蒸笼。说真的，这比蒸笼还惨。蒸笼至少还有东西可以蒸，在这里
所有的有机物都在高温高压下分解，你、我，所有的猫猫狗狗，所有的参天大树，所有的微生物，全部变成一锅有机汤。有意思的是，这锅汤可能会在亿万年之后形成新的生命，但那跟我们就没关系了。新生命说不定还会进化成智慧生物，然后仰望星空，问自己我们从哪里来。他们不会知道，他们的祖先其实是一锅被28倍重力压出来的汤。这有点像一个轮回，旧的文明结束在锅里，新的文明从锅里开始。好，人没了，生态没了，但故事才刚刚开始。因为地球变大之后，太阳系的其他成员也要遭殃。你可能没想过这个问题，地球变大之后，它和太阳的关系会彻底改变。现在的太阳系，太阳占99.86%的质量，其他所有行星加起来不到0.2%。地球在太阳面前就是一粒沙子，但如果地球变得和太阳一样大，质量也跟着长到太阳的33万倍，那就意味着地球的质量会和太阳差不多。太阳系从一个老大带一群小弟，变成了2个大哥对峙，这就是双星系统。2个质量相近的天体，不会像现在这样，地球乖乖绕着太阳转，它们会绕着共同的质量中心旋转，像2个舞伴在舞池里转圈。这个质量中心不在太阳内部，而在2者连线的终点附近。也就是说，太阳也要开始公转了，它会被地球拉得来回晃。太阳的晃动幅度有多大？因为2者的质量几乎相等，质量中心在2者正中间，太阳会绕着这个中心做一个半径大约7000万公里的圆周运动。7000万公里差不多是金星到太阳的距离。也就是说，太阳在金星轨道里面画圈，你以为只影响太阳？不，其他行星的轨道全部乱套。现在的太阳系是一个精密的钟表，每颗行星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安稳运行。这个钟表之所以稳定，是因为太阳的质量远远大于所有行星。行星之间的引力扰动可以忽略不计，但当地球变成太阳的体量，这架钟表就被砸了。水星可能会被甩出去。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它的轨道本来就处于引力的刀尖上。当太阳和地球变成双星系统，太阳开始绕质量中心画圈，水星感受到的引力场就不再是稳定的了。太阳的位置在变，引力的方向也在变。水星就像在一只摇晃的手上颠球的杂技演员，早晚有一天球会掉下来，水星可能被甩向太阳，也可能被甩出太阳系。金星可能会撞上太阳，因为金星的轨道也在双星系统的内部区域。太阳的晃动会让金星的轨道逐渐衰减，火星的轨道会变成椭圆形，远日点和近日点差距巨大。火星表面温度在极热和极冷之间反复横跳。木星和土星这种大行星可能还好一些，因为它们离得远，但它们的位置也会偏移。整个太阳系变成了一场台球游戏，而地球就是那个白球。月球呢？月球更惨。现在的月球距离地球38万公里，安安稳稳地绕着地球转，但地球突然变大了几百倍，引力暴增，月球会被新地球的引力猛烈拉扯，轨道急速降低。根据计算，如果地球的质量突然增加到太阳的级别，月球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拉向地球，不是绕得更紧，而是直接撞上来。
月球以每秒1公里左右的速度撞向一个太阳大小的地球，结果是什么？月球被撕碎，它会被潮汐力撕成碎片，形成一个环绕地球的碎片环。没错，土星有环，现在地球也有环了，只不过这个环不是冰晶和岩石，而是月球的残骸。说真的，这个画面可能还挺壮观的。如果你能在远处看，你会发现一个太阳大小的巨大球体，周围环绕着一圈灰白色的碎片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但别欣赏太久了，因为那些碎片不会老老实实待在环里，它们会逐渐扩散，有些会落向地球表面，造成持续的陨石轰击，有些会被甩出去，成为太阳系里的流浪碎片，可能撞上其他行星。也就是说，地球变大有环，不仅仅是审美问题，还是整个太阳系的安全问题。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环的结构会随时间演化。刚开始，环是均匀的一圈碎片，但随着时间推移，碎片之间会发生碰撞，大的碎片会吞噬小的碎片，逐渐聚集。这个过程类似于土星环的演化，但规模更大。几千年后，环里可能会形成一些小型的碎片卫星，像牧羊犬卫星一样清理环中的缝隙。这些碎片卫星又会互相碰撞合并，最终可能形成一颗新的小卫星。所以，月球的碎片在几万年后可能重新聚合成一个新的小月亮。只不过，这个小月亮的轨道不会像现在的月球那么稳定，因为它处于一个混沌系统里。这里要解释一下，潮汐力为什么能把月球撕碎。潮汐力的本质是引力差，一个大天体对一个小天体的近端和远端的引力不一样，近端受到的引力大，远端受到的引力小。这个引力差会把小天体拉伸，当引力差超过小天体自身的引力结合力时，小天体就被撕碎了。这个临界距离就叫洛希极限。由法国天文学家洛希在1848年首先计算出来，洛希极限跟两个天体的密度比有关。地球的密度比月球大一些，所以月球的洛希极限大约在地表以上18000公里左右。但如果地球变成太阳大小，密度虽然不变，但半径暴增，洛希极限也会跟着暴增。月球会在距离新地球表面很远的地方就被撕碎，不是靠近了才碎，是还没碰到就被撕了。就像你靠近一个巨大的磁铁，还没碰到磁铁，你身上的铁屑就先被吸走了。而且别忘了小行星带，火星和木星之间那条小行星带，里面有数以万计的小行星。当地球变成太阳大小的巨无霸，它的引力范围会急剧扩张。小行星带里很多小行星的轨道会被地球扰动，有些会被拉向地球，有些会被甩向太阳，有些可能会被甩向火星甚至木星。地球就像一个突然出现在台球桌上的大铁球，把所有球的轨迹全部打乱。你可能要问，地球会变成恒星吗？毕竟它现在和太阳一样大了。答案是看密度。如果地球变大但密度不变，那它的质量确实会达到恒星级别。但地球的成分是铁和硅酸盐，不是氢和氦。恒星之所以能点燃核聚变，不仅需要质量，还需要大量的氢。太阳74%是氢，24%是氦，这才是它能燃烧的燃料。地球呢？铁占32%，氧占30%，硅占15%，氢
几乎没有。你不能用铁去搞核聚变，那是超新星干的事。铁是核聚变的终点，铁原子核的结合能是所有元素里最高的。你要让铁发生核聚变，不是释放能量，而是吸收能量。所以，即便地球变得和太阳一样大，它也不会变成恒星，它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黑暗的、炽热的岩浆球。内部的高温高压会让地壳完全融化，整个表面变成一片橙红色的岩浆海洋，没有固体地表，没有海洋，没有大气层，只有一个比太阳还大但比太阳暗得多的红色热球。说真的，这可能是太阳系里最丑的天体了。太阳至少还亮，木星至少还有花纹。这个大地球就是一团发着暗红色光的熔岩球，在太阳系里格外碍眼。如果你是外星人，在远处观测太阳系，你会看到两个球，一个亮的黄的，一个暗的红的，绕着彼此转。你可能以为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双星系统，但实际上那个红色的球只是一个巨大的岩浆坨子，永远不会点燃。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呢？不把地球变得那么夸张，只变成木星那么大，会怎么样？木星是太阳系最大的行星，直径是地球的11倍，体积是地球的1300多倍，质量是地球的318倍。这个尺度比太阳小多了，但依然足够要命。木星大小的地球，地表重力大约是现在的2倍半到3倍，听起来好像还能接受，毕竟宇航员训练时承受过更高的重力。但别搞错了，宇航员承受高重力是几分钟的事，你要在2倍半重力下生活每1秒，你的体重变成200公斤，你的膝盖会在几个月内磨损到退休，你的心脏每天要泵2倍半重量的血，心衰的概率飙升，孕妇别想了，胎儿在2倍半重力下发育，骨骼畸形是大概率事件。你知道为什么宇航员在空间站里要每天锻炼2个小时吗？因为失重会导致骨骼脱钙，肌肉萎缩。反过来也一样，重力过大也会出问题。2倍半重力下，你的脊椎会被持续压缩，椎间盘变薄，身高缩水，你可能从1.7米变成1.5米，而且每天都在腰疼。你的关节软骨磨损速度是正常的2倍半，膝盖和髋关节会在几年内就需要更换。血压也是问题，心脏要把血泵到大脑，在2倍半重力下，心脏的负荷增加了1倍半。你站着的时候，腿部的静脉压力暴增，静脉曲张是家常便饭。严重的话，血液会在腿部淤积，导致晕厥。建筑物呢？现有的建筑标准全部失效。一栋10层楼在2倍半重力下承受2倍半的荷载，如果设计余量不够，直接坍塌。桥梁更惨，桥梁设计对重力极其敏感，2倍半的重力会让大多数桥梁在第1天就垮掉。你想想看，全世界的桥梁同时垮塌是什么画面？港口、高速公路、铁路全部要重新设计，人类的基础设施会在几个月内全面瘫痪，而且重建几乎不可能，因为所有建筑材料的性能在2倍半重力下都不够用。你需要更粗的钢筋、更厚的混凝土、更深的地基，成本是原来的好几倍，但经济已经崩溃了，哪儿来的钱重建？大气层的变化也很要命，3倍重力意味着大气被压缩得更紧，地表气压可能是现在的3到5倍，
这已经接近深海压力了。你在地表呼吸的不是空气，是压缩气体。你的肺部会受伤，你的眼眶会疼痛，你的中耳会炸裂，而且高压大气会导致极端天气。飓风的破坏力跟大气密度成正比，3倍大气密度意味着飓风的破坏力是现在的3倍以上。一场普通台风就能把整座城市抹平。雨滴也会变大，在3倍大气密度下，空气阻力更大，雨滴下落速度变慢，但雨滴本身可以长得更大而不被气流撕碎。你见过直径1厘米的雨滴吗？在3倍重力地球上，暴风雨时的雨滴可能有乒乓球那么大，砸在身上跟被小石子打中一样疼。但最恐怖的不是重力，不是气压，而是潮汐。3倍质量的地球会把月球拉得更近。月球现在的轨道半径是38万公里，在地球质量增加3倍后，月球的轨道会缩小到原来的大约60%左右，也就是22万公里。月球更近了，看起来更大了，但潮汐力也暴增了。潮汐力跟质量成正比，跟距离的3次方成反比。月球近了40%，潮汐力会增加大约4到5倍。这意味着每天2次的涨潮不再是几米的高度差，而是10几米甚至20几米。沿海城市全部被淹，不是偶尔被淹，是每天2次被淹。上海、纽约、东京、伦敦，这些全球金融中心全部变成水下城市。每天退潮的时候，你能看到摩天大楼的顶端露出水面，涨潮的时候，它们又消失。这画面，说真的，比任何灾难片都壮观。而且这不是暂时的，每天2次的潮水冲刷会从根本上改变海岸线的形态，悬崖被更快地侵蚀，沙滩被冲走，河口被冲刷加深。地球的地貌在几十年内就会被重新雕刻。更可怕的是，潮水带来的不只是水，还有盐。海水反复淹没内陆，土壤盐碱化，地下水位变成。你挖一口井，抽上来的是咸水。庄稼浇了咸水就死，人喝了咸水会生病，整个淡水系统被污染。这不是几年能恢复的，可能需要几千年。古埃及文明因为尼罗河的定期泛滥而繁荣，但那是因为尼罗河带来的是淡水和布泥。如果尼罗河带来的是咸水和腐蚀，古埃及文明连一个王朝都撑不过去。而且月球不会就此罢休，轨道缩小意味着月球在加速靠近地球，这个过程会持续，最终月球会进入地球的洛希极限。洛希极限是什么？简单说，就是一个天体靠近另一个大天体，到某个距离时，引力差会把它撕碎。月球进入洛希极限后，会被地球的潮汐力撕成碎片。又是那个画面，地球有环了，只不过这一次环更大更密，因为月球是在更近的距离被撕碎的。这些碎片会逐渐坠落地球，形成持续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陨石轰炸。天空会变成火雨的秀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碎片划过天际，撞击地表，你躲都没地方躲，因为碎片雨是全球性的。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场火雨，碎片以每秒几公里到10几公里的速度进入大气层，在大气中燃烧发光。如果是晚上，天空不是黑的，是被无数道火光照亮的白色。你看到的不是流星雨，是流星暴。每秒钟
有成百上千道火光划过天空，大气层被加热到几十度甚至上百度，地表温度不是降了，是升了，因为大量碎片的动能转化为热能，然后是撞击。不是每一块碎片都会在大气中烧尽，大的碎片会直接撞击地表，每一次撞击都相当于一颗核弹。全球各地同时发生数千次撞击，地震、海啸、火风暴在全球蔓延，天空被撞击，尘埃遮蔽。但这一次不是撞击冬天，而是先热后冷。先是撞击热脉冲烤焦一切，然后是尘埃遮蔽阳光，导致全球寒冬。地球在几天之内从烤炉变成冰窖。说真的，你这时候还在乎房价，你连命都保不住。但往好处想，至少不用担心还房贷了。不过我们还没说完，地球变成木星大小，最绝望的不是人类，而是小行星带。木星现在的引力已经足以影响小行星带了，它就是那个把小行星带镇住，不让它们聚合成行星的大哥。如果地球也变成木星大小，太阳系里就有了2个大哥。小行星带里的小行星会同时受到2个大引力的拉扯，轨道变得不可预测。有些小行星会被甩向太阳，有些会被甩向地球，有些可能会被甩向火星。地球的引力会像磁铁一样吸引附近的小行星，它们会以每秒10几公里的速度撞向地球，每一次撞击都相当于成千上万颗核弹同时爆炸。大气层会被撞击尘埃遮蔽，阳光照不到地表，温度骤降，进入撞击冬天。植物光合作用停止，食物链断裂。即便是那些在重力灾难中幸存下来的生物，也会在撞击冬天里慢慢冻死、饿死。说到撞击冬天，这跟恐龙灭绝的场景很像。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0万颗氢弹。撞击抛射的尘埃遮蔽了阳光，全球温度骤降了10几度，持续了数年。光合作用停止，食物链崩溃，75%的物种灭绝，包括所有的飞鸟、恐龙。而这只是10公里的小行星，如果小行星带里的天体被大量甩向地球，撞击的规模可能是恐龙灭绝的几千倍。不是一颗10公里的小行星，而是几十颗、几百颗大小不一的小行星，持续撞击数千年。地球上没有任何生物能扛过这种程度的轰炸，连深海里的微生物都会受影响，因为海洋的化学成分会被撞击改变，酸碱度失衡，温度巨变。说到恐龙灭绝，这里要站个队。恐龙灭绝的原因，小行星撞击派和火山爆发派吵了几十年。小行星撞击派说，65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砸出了那个直径180公里的西克苏鲁伯陨石坑。撞击抛射的尘埃遮蔽阳光，导致全球寒冬。火山爆发派说，当时印度正在发生德干暗色岩火山爆发，持续了数十万年，释放了巨量的二氧化碳和有毒气体，气候已经在恶化，小行星只是雪上加霜。我认为小行星撞击是主因，理由很简单，西克苏鲁伯陨石坑的年代和恐龙灭绝的年代精确吻合，都在6600万年前。而且在那个地层界面上，全球各地都发现了铱元素异常层。铱在地球表面非常罕见，
但在小行星中含量丰富。这层一元素就是小行星撞击的铁证，是那颗小行星炸碎后洒满全球的碎屑。德干火山确实在喷，但火山的威力跟180公里直径的撞击坑比起来，差了一个量级。当然，火山派也不是完全错了。德干火山可能确实让生态系统已经处于压力之下，小行星撞击只是最后一击。但如果没有那颗小行星，恐龙可能还能再撑几百万年，回到地球变成木星大小的话题。撞击冬天之后，尘埃落定，阳光恢复，但地球已经不是原来的地球了。3倍重力下，大气更稠密，水循环更猛烈，侵蚀作用更强，山脉被更快地侵蚀，河流携带更多泥沙，三角洲更快地堆积，地球的地貌在几千年内就会被重新雕刻。而且3倍重力意味着火山喷发更猛烈，岩浆更重，但地壳也承受更大压力。火山一旦爆发，规模可能是现在的几倍。你可以把3倍重力的地球想象成一个压力锅，内部热量更难释放，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猛烈喷发。说真的，3倍重力的地球不适合人类生存，但可能适合另一种生命。地球上有些极端微生物能在高气压环境下存活，比如深海的热泉口。在3倍重力的高压环境下，类似的生命形式可能会茁壮成长，但复杂生命，特别是陆生复杂生命，几乎不可能。你不可能在火星大小的重力下演化出恐龙，也不可能在木星大小的重力下演化出人类。重力决定了生命的上限。现在你明白了吧？大不等于好。地球现在这个尺寸不是随便定的，是46亿年引力博弈的最终答案。大一点，引力就多一分，大气就厚一分，潮汐就猛一分，轨道就乱一分。你以为大是好事，大是灾难。但我们还没说完，地球变大之后，不仅仅是对地表的影响，地底也会彻底疯狂。现在的地球内部结构分成4层：地壳、地幔、外核、内核。地壳是最外面那层薄薄的岩石壳，平均厚度只有30公里，跟地球6300多公里的半径比起来，薄得像鸡蛋壳。地壳下面是地幔，厚度大约2900公里，由致密的硅酸盐岩石组成。由于高温高压，地幔虽然是固体，但会缓慢流动，像极稠的糖浆。再往下是外核，厚度约2200公里，由液态铁和镍组成。这里的对流产生了地球磁场。最中心是内核，半径约1200公里，是一个由铁镍组成的固体球，温度跟太阳表面差不多，5000多度，但因为压力太大，反而保持固态。地球变大到太阳的尺寸，内部结构会怎样？首先是压力。地球中心的压力目前大约是360万个大气压，温度5000多度。如果地球的半径放大109倍，质量放大33万倍，中心压力会暴增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你可以这样估算，中心压力大致跟质量平方成正比，跟体积的4/3次方成反比。简单算一下，新地球的中心压力可能是现在的几百万倍。在这种压力下，物质的状态会发生根本性改变。铁不再是普通的铁，它会变成一种叫做电子简并态的东西。电子被压到离原子核非常近的位置，
但量子力学不允许两个电子占据同一个状态，于是电子产生一种向外的排斥力，叫电子减并压。白矮星就是靠电子减压支撑的。没错，新地球的内核会变成白矮星物质，但新地球的质量远不够形成白矮星，所以电子减并压撑不住全部重量，内核会持续坍缩，但又不至于坍缩成中子星。它会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中间状态，物质被压缩到极端密度，但又没有到达下一个稳定平台。这意味着新地球的内部是混乱的、不安定的，对流会极其剧烈，热量传输速度暴增，地幔不再是缓慢流动的糖浆，而是疯狂翻滚的岩浆海。地壳，别想了，地壳根本形成不了。固体岩石在这种内部环境下，就像沸水面上的一片薄冰，瞬间融化。地球磁场也会彻底改变。现在的磁场来自外核的液态铁对流，这个对流是稳定的、有序的，所以磁场也是稳定的。但在新地球里，外核的对流速度可能是现在的几千倍，磁场会变得极端混乱，不是变强变弱的问题，是磁场方向在短时间内反复翻转。指南针每秒钟转几圈，你根本分不清南北，而且磁场的强度可能暴增到现在的几百倍。这对任何依赖磁场导航的生物来说都是灾难。候鸟的磁感觉系统会失灵，它们不是飞错方向，是脑子里那个指南针疯了。海龟、鲑鱼、鸽子，所有靠磁场导航的动物全部迷路。你想想，几百万只候鸟同时迷路是什么场面？它们不是飞错路线，是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说真的，光是想一想这些场景就让人头皮发麻。引力改变了，大气改变了，地质改变了，磁场改变了。你熟悉的一切，从天空到大地，从海洋到地底，全部被重写。地球还是地球，但它已经不是你的家了。它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充满敌意的巨球，在宇宙中孤独地旋转。而且你想想这个画面，如果外星天文学家在远处观察太阳系，他们会看到什么？太阳系里多了一个跟太阳差不多大的球，但它不发光。它在太阳旁边转，两个球一大一小，或者几乎一样大，绕着彼此转。外星天文学家可能会把它归类为：什么不是恒星，因为不发光；不是行星，因为太大了；不是褐矮星，因为成分不对。他们可能会困惑很久，然后在论文里写道，在恒星某某的轨道上发现了一个异常天体，质量与恒星相当，但无光辐射，推测可能是一颗由重元素组成的暗天体。他们不会知道这个天体上曾经有过生命，有过文明，有过人写诗，有人唱歌，一切都被抹去了，只剩下一个巨大的、沉默的、炽热的岩浆球。好，太阳大小的地球就说到这里，再往下说就是纯粹的噩梦了。我们换一个稍微温和一点的假设，把地球变成木星那么大，看看会发生什么。虽然结果依然是灾难，但至少灾难的规模小一点，你能在灾难中多活几秒钟。不过在这个过渡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地球从现在的大小变到太阳大小，中间经历木星大小、海王星大小，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灾难模式。在木星大小阶段，引力大约是现在的2到3倍，人还能短暂存活，建筑可能撑几天。在海王星大小阶段，
引力大约是现在的5-6倍，人已经无法站立，只能在水中勉强漂浮。到了土星大小阶段，引力是现在的10倍左右，骨骼碎裂，心脏停跳。每一个阶段都是一道门槛，越过去就回不来了。这就像一个滑梯，地球在滑梯顶端，一切安好。往下滑一点，开始不舒服；再滑一点，有人开始死。滑到底部，全完了。而这个滑梯的刻度就是引力。引力是宇宙中最无情的参数，它不关心你的感受，不关心你的文明，不关心你有没有写完今天的作业，它只是一个数字。数字越大，你就越接近死亡。有意思的是，引力虽然是灾难的来源，但它也是秩序的来源。没有引力，地球不会聚集成球，大气不会留在表面，海洋不会覆盖大地。引力把散落的物质揉成球，把球排成行，把行变成系统。它是宇宙的建筑工，也是宇宙的拆迁队，区别只在于量的大小。刚好的引力是建筑师，太大的引力是拆迁队。地球现在刚好在建筑师的区间里，这不容易。你可能觉得宇宙中有那么多行星，肯定有不少跟地球差不多大。是的，确实有。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和0日系外行星巡天卫星发现了数千颗系外行星，其中不少在地球大小的1到2倍范围内，但大小合适，不等于真的宜居。金星跟地球差不多大，火星只比地球小一点儿，但一个是地狱，一个是荒漠。大小只是众多参数中的一个，还有大气、磁场、距离、恒星类型、潮汐、自转，每一个都要刚好。所以找一颗真正的宜居行星，比在沙漠里找一粒特定的沙子还难。好，我们换一个玩法，不把地球变大了，保持地球现在的样子。但如果把月球换成别的星球呢？把月球拿走，换一颗外星行星过来，会发生什么？你可能觉得，月球不就是夜空中那个亮亮的圆盘吗？换了就换了，能有什么大事？这个想法非常危险。月球不是装饰品，它是地球系统的稳定器。拿走月球，换上别的东西，后果可能比地球变大还恐怖。先来理解一下月球到底在做什么。月球的质量是地球的1/81，距离地球38万公里。它对地球的影响主要有3个。第一，潮汐，月球的引力拉扯地球的海洋，形成每天2次的涨潮落潮。第二，自转减速，月球的潮汐力像一个刹车，在几十亿年里把地球的自转从6小时一天减慢到24小时一天。第三，也是最关键的，稳定地球的自转轴。地球的自转轴倾角是23度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4季，这个倾角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月球的引力把它稳定在一个小范围内波动。没有月球，地球的自转轴会在0度到85度之间剧烈摇摆。0度意味着没有4季，赤道永远烤炉，2极永远冰窖。85度意味着地球几乎是躺着转的，北极对着太阳半年，南极对着太阳半年。你想象一下，北半球夏天的时候，太阳直射北极，温度飙升到100度以上；冬天又陷入长达半年的极夜，温度降到零下100度。这种极端气候下，别说人类文明了，连蟑螂都选。你可能不知道，火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火星有2颗卫星，火卫1和火卫2。
但这2颗卫星太小了，火卫1直径只有 13.5 公里，火卫2更小，只有20多公里。跟月球的3474公里直径比起来，它们就是2块石头。因为卫星太小，引力不够，火星的自转轴在10万年的周期里，会在11度到35度之间剧烈波动。这意味着火星的气候每隔几万年就要经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火星上之所以没有生命，原因之一可能就是自转轴不稳定，导致气候反复重置，任何复杂生命都来不及演化出来。地球如果没有月球，就会变成火星那样，甚至更惨。因为地球有海洋，自转轴的剧烈摇摆会导致海水在大洋之间反复搬运，全球海平面变化巨大，大陆时而露出，时而淹没，所以月球很重要。但如果我们换一个月球呢？换一颗更大的、更有来头的星球过来。第一个候选人，比邻星 B。比邻星 B 是离太阳系最近的系外行星，距离我们 4.2 光年，围绕比邻星运行。它的质量大约是地球的 1.3 倍，半径大约是地球的 1.1 倍。听起来好像不算太大，但你要搞清楚，月球的质量只有地球的81%，比邻星 B 的质量是地球的 1.3 倍，也就是说，它比月球重105倍。把比邻星 B 放在月球现在的位置上，会发生什么？首先，潮汐力跟天体质量成正比，跟距离的3次方成反比。比邻星 B 的质量是月球的105倍，在同样的距离上，它产生的潮汐力是月球的105倍。现在月球引发的潮汐涨落大约是2到3米，105倍意味着200到300米。200到300米的潮汐是什么概念？不是涨潮淹了沙滩，是涨潮淹了20层楼，每天2次。所有沿海城市，不只是沿海了，所有海拔300米以下的地方，每天2次被海水吞没。地球上80%的人口住在沿海低洼地区，这些人每天要逃2次命。你以为逃命就完了？海水退去的时候，城市被盐渍浸泡，钢筋腐蚀，地基损坏，几次下来，建筑物就开始倒塌。农业也别想搞了，农田被海水每隔几小时泡一次，土壤盐碱化，庄稼全部死掉。中国的大米，美国的小麦，巴西的大豆全完了。淡水鱼更惨，海水反复冲入河流和湖泊，淡水生态系统全面崩溃。长江里的中华鲟灭绝了，鄱阳湖的白鹤灭绝了，亚马逊河里的食人鱼也撑不住。因为每一次海水倒灌都带来大量的盐分和海洋生物，淡水生物根本竞争不过。然后是自转，比邻星 B 105倍的潮汐力会像超强力刹车一样拖慢地球的自转。月球用了46亿年，把地球从6小时一天减到24小时一天。比邻星 B 要做到同样的事情，可能只需要几万年。一天会从24小时变成48小时、72小时，最终可能变成几百个小时。一天有100个小时是什么概念？白天50个小时，夜晚50个小时。白天温度飙升到50-60度，夜晚温度骤降到0下。植物受不了这种极端的昼夜温差，光合作用周期被打乱，大片森林枯死。动物也受不了，昼行性动物在50个小时的白天里脱水，夜行性动物在50个小时的夜晚里冻僵。
你可能要问，为什么潮汐力会减慢自转？原理很简单，地球在自转，但潮汐隆起的方向总是指向月球。也就是说，地球每转一圈，潮汐隆起就要被拖着转一圈。这个拖拽的过程就是潮汐摩擦。潮汐摩擦把地球自转的动能转化为热能散发掉，自转就变慢了。你可以想象一个旋转的陀螺，你在陀螺表面贴一块口香糖，口香糖的惯性会拖慢陀螺的旋转，潮汐隆起就是那块口香糖。月球因为质量小，46亿年才把地球自转减到24小时，但比邻星 B 质量是105倍，潮汐隆起也是105倍，刹车力度当然也是105倍。地球自转减慢的速度会快到让你难以想象。但最恐怖的还是轨道问题。比邻星 B 的质量是地球的 1.3 倍，在38万公里的距离上，两个天体的引力互动远比地月系统复杂。地球不再是主导者，比邻星 B 的引力足以反过来扰动地球，两个天体会互相绕转，质量比是1比 1.3， 几乎对等。这种系统的轨道是不稳定的，在太阳的引力扰动下，两颗行星会逐渐靠近，不是几百万年慢慢靠近，是几十万年内就会靠近到潮汐力撕碎彼此的程度。你可以这样理解，为什么双行星系统不稳定？在现在的地月系统里，月球的质量只有地球的1/81，所以月球乖乖绕着地球转，地球几乎不动。但如果两者的质量差不多，它们就会绕着共同的质量中心转。这个质量中心在两者连线上，距离两者的距离跟它们的质量成反比。比邻星 B 比地球重30%，所以质量中心偏向比邻星 B 那边，但两者都在绕这个中心转，意味着两者的位置都在不断变化。如果太阳的引力也对这个系统施加扰动，两者的轨道就会逐渐变化。具体来说，太阳的潮汐力会把角动量从这个双行星系统里抽走，让两者慢慢靠近。这跟月球正在远离地球的原理正好相反。月球因为地球自转比月球公转快，潮汐摩擦把地球自转的角动量转移到月球轨道上，月球在慢慢远离。但在双行星系统里，太阳的扰动会让情况复杂得多。最终结果，两颗行星相撞，不是那种轻轻一碰，是以每秒几公里的速度正面撞击。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太阳几十亿年辐射的总和，两颗行星都会被彻底融化，碎片散布到整个太阳系内部，地球正式宣告死亡。说真的，比邻星 B 还算温和的了，因为它的质量跟地球差不多。如果换一颗更狠的呢？在换人之前，我们先说说比邻星 B。还有一个你没想到的问题，比邻星 B 不只是质量大，它还带着行李。比邻星是一颗红矮星，红矮星的脾气非常不好。比邻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超级耀斑，亮度在几分钟内增加几百倍到几千倍。2017年，天文学家观测到了比邻星的一次超级耀斑爆发，亮度增加了约10000倍。如果比邻星 B 上有生命，这次耀斑可能已经把它表面的大气层剥掉了一层。但等等，我们不是在讨论比邻星 B 本身的环境，我们是在讨论把它放到月球轨道上。即便如此，比邻星 B 的行李也会跟过来。
比邻星 B 在被移植到月球轨道的过程中，它的磁场和大气层是否完好？如果它还保留着大气层，那大气层在月球距离上会被太阳风吹散，形成一条朝向地球的气体尾迹。比邻星 B 的大气成分我们不确定，但很可能含有二氧化碳和水蒸气。这些气体进入地球大气，又使另一轮温室效应失控。有意思的是，比邻星 B 可能被潮汐锁定了，一面永远朝向比邻星，另一面永远背对。这意味着它的一面极热，另一面极冷。但把它放到月球轨道上，它不再是潮汐锁定的，至少不会立刻锁定。它会开始绕地球公转，同时自转这个过渡期会产生极其剧烈的地质活动。比邻星 B 内部的热量分布会因为潮汐力的突然变化而重新调整，地壳应力释放，全球性地震和火山爆发。换句话说，你把比邻星 B 拉过来，它自己先炸了。第二个候选人开普勒 22b， 这颗行星距离地球600光年，是所谓的超级地球。它的半径是地球的 2.4 倍，质量估计在地球的14倍到36倍之间。我们取一个中间值20倍，开普勒 22b 的质量是月球的20乘以81 1620倍。把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放在月球的位置上，结果怎样？潮汐力是月球的1620倍。我再说一遍，1620倍。现在的2-3米潮汐变成3到5公里高的潮汐，3到5公里，那是海啸的高度，而且是每天2次的海啸，不是海浪，是海水墙。以3公里高的水墙冲向陆地，速度可能达到每秒几十米。所有陆地上的一切，不管是城市、森林还是山脉，都会被这面水墙推平。地球的表面会被海水每天洗2次，任何地表结构都无法存在。你可能觉得3公里的水墙太夸张了，怎么可能？但数学就是这样，潮汐力跟质量成正比，跟距离的3次方成反比。质量放大1620倍，在距离不变的情况下，潮汐力也放大1620倍。2米乘以1620等于3240米，3公里多。这不是我瞎编的，这是物理。自转就更不用说了，1620倍的潮汐力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地球自转锁死。地球会被潮汐锁定，一面永远朝向开普勒 22b， 另一面永远背对。就像月球现在一面永远朝向地球一样，朝向开普勒 22b 的那一面永远是白天，温度被恒星和开普勒 22b 的双重辐射烤到几百度，背对的那一面永远是黑夜，温度降到-200度。两面之间的交界线叫做晨昏线，是唯一可能存在液态水的地方。但即便在晨昏线上，狂暴的大气风暴会永远肆虐，因为两面的温差会导致超级风暴，风速可能达到每秒数百米。地球上没有任何生物能在这种环境下存活，而且开普勒 22b 的引力会直接把地球变成它的卫星。20倍地球质量的开普勒 22b， 在38万公里处，地球的轨道中心不再是地球自己，而是两者的质量中心。这个中心在开普勒 22b 内部，也就是说，地球变成了开普勒 22b 的月亮。我们的月球反客为主了，地球成了跟班儿。你想想这个画面，夜空中挂着一个巨大的球体，
它不是亮黄色的月亮，而是一个蓝绿色的巨大行星，占据了半个天空。它有云层，有大陆，有海洋，看起来可能很美，但这个美景是死亡预告。因为开普勒 22b 的质量太大了，地球在它的引力下会被严重变形，地壳被拉扯，全球性地震不断，火山全面爆发，地球会变成一个地质地狱，每天都在颤抖，每天都在喷火。这里有个概念叫洛希极限，我们前面提过。但对地球来说，在开普勒 22b 面前，洛希极限不是地球被撕碎的距离，而是地球的地壳被撕碎的距离。地球作为一个整体不会被撕碎，因为地球的引力结合力很强，但地球的固体地壳会被潮汐力拉扯变形，就像你拉一块橡皮泥，反复拉扯，最终会出现裂纹。地壳裂纹就是地震，地壳断裂就是火山。在开普勒 22b 的潮汐力下，地球的地壳会碎成几十块甚至上百块，岩浆从裂缝中涌出，整个地表变成一片岩浆海洋。说真的，开普勒 22b 已经够吓人了，但还有更狠的。开普勒 22b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我们不知道它是岩石行星还是气态行星，半径是地球的 2.4 倍，这个大小恰好在岩石行星和迷你海王星的边界上。如果它是一个气态行星，那它放在月球轨道上的效果会更加疯狂。它的大气层会被地球的引力拉扯，形成一条朝向地球的气体流，地球会像吸尘器一样吸收开普勒 22b 的大气。如果开普勒 22b 的大气主要成分是氢和氦，地球大气会被污染，氧氮比例失调，而且氢气在地球高层大气中会逃逸到太空，带走地球原本的大气。最终结果可能是地球大气被完全替换，变成一个氢氦为主的行星。你在这种大气里连火都点不着，因为没有了氧气。第三个候选人55巨蟹座 E， 也就是著名的钻石行星。这颗行星距离地球40光年，大小是地球的2倍，质量是地球的8倍多。它的表面温度高达2100多摄氏度，因为它离母星太近了，公转一圈只要18个小时。这颗行星的内部富含碳元素，也就是说，它的表面可能真的覆盖着钻石。听起来很浪漫。把钻石行星放在月球的位置上，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浪漫，是噩梦。先说引力，55巨蟹座 E 的质量是月球的650多倍，潮汐力是月球的650倍。现在的2-3米潮汐变成1300到2000米，每天2次1公里多高的水墙横扫大陆。但这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了，因为55巨蟹座 E 本身就是一颗极其炽热的行星，它放在月球的位置上，它的热辐射会直接烘烤地球。你可以把55巨蟹座 E 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暖气片，表面温度2100多度，在月球距离上，它的红外辐射足以让地球面向它的那一面温度升高几十度，甚至上百度。地球大气环流会被彻底打乱，全球气候崩溃。而且这颗行星的引力会把地球轨道拽得不稳定，8倍地球质量，在月球距离上，地球会被拽着走，轨道出现大幅震荡，地球可能在几个月内被拉到一个椭圆轨道上，近日点和远日点差距巨大，全球温度在极热和极冷之间反复横跳，今天50度，明天零下50度。
没有任何生物能适应这种变化。55巨蟹座 E 还有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特征，它的母星。55巨蟹座含有大量的碳，比太阳高得多，这意味着这颗行星内部也富含碳元素。在极端的高温高压下，碳会结晶成金刚石，所以这颗行星的内部可能真的有大量的钻石。天文学家不是随便叫它钻石行星的，是有光谱数据支持的。2012年，耶鲁大学的科学家在《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分析了55巨蟹座 E 的化学成分，结论是它的1/3质量可能由钻石组成。1/3，一颗比地球大2倍的行星，1/3的重量是钻石。如果把地球换成这颗行星，你夜空中挂着的不是月亮，而是一个巨大的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钻石球。当然它不会真的闪，因为它的钻石被岩石和熔岩覆盖着，表面看不到，但你知道它里面有钻石就够了。但浪漫归浪漫，55巨蟹座 E 是一个纯粹的噩梦。它的公转周期只有18个小时，因为它离母星太近了。18个小时绕母星一圈，意味着它的一年只有18个小时。如果你住在上面，你的生日每18小时来一次，但你不会想住在上面，因为表面温度2100多度，足以融化大部分金属。铁在3000度的液态温度下才融化，但2100度已经能让铅、锡、锌全部融化。岩石在这个温度下虽然不会融化，但会变软。这颗行星的表面可能是一片半熔融的岩浆海，岩浆的温度足以让碳元素结晶成钻石。你可以想象一幅画面，火红的岩浆海中闪烁着透明的钻石晶体，这是宇宙中最奢华也最致命的景观。你可能会问，为什么55巨蟹座 E 的表面温度那么高？它离母星只有不到2%的天文单位，也就是不到300万公里。这个距离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1/50。在这么近的距离上，恒星的光度是地球接收到的太阳光度的2500倍。这颗行星被烤得滋滋响。但如果把它拉到月球距离上，远离了它的母星，它还会那么热吗？不会。但它的余热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散去。55巨蟹座 E 的质量是地球的8到9倍，它的热容量非常大，即使离开了母星，它的内部热量也需要几万年才能完全散尽。在月球的距离上，55巨蟹座 E 的表面温度可能从2100度降到几百度，但几百度仍然足以融化铅和锡，而且它的内部仍在进行地质活动，火山爆发是常态。所以你在天空中看到的不是一颗安静的钻石球，而是一颗暗红色的表面布满火山的天空怪兽，因为它离它的母星太近了。它的母星是一颗黄矮星，跟太阳差不多，但55巨蟹座 E 距离母星只有 0.016个天文单位，也就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 1.6%。水星到太阳的距离是 0.3个天文单位，已经是最近了。55巨蟹座 E 比水星近了将近20倍。在这个距离上，恒星辐射是地球接收到的太阳辐射的400倍。你把一个表面温度2100度的行星放在月球的位置上，它就像一个悬挂在天空中的红外烤炉，24小时不间断地向地球辐射热量。地球面向它的那一面，温度会持续升高，
冰川融化，河流蒸发，土壤干裂。而背对它的那一面，虽然暂时凉快，但大气环流会把热量的影响扩散到全球，最终整个地球的温室效应失控，变成一个像金星一样的地狱行星。金星的表面温度是460度，大气压是地球的92倍。55巨蟹座 E 放在月球位置上的最终效果，就是把地球变成第2个金星。最后再来看一个真正的终结者——沃斯普 12b， 这是一颗热木星，质量是木星的 1.4 倍，表面温度2600摄氏度，公转周期只有1天多。它离自己的母星太近了，大气正在被母星剥离，它也在螺旋式坠入母星。天文学家观测到，这颗行星的形状已经被潮汐力拉成了橄榄球形，而不是正常的球形。这说明它已经处于被撕碎的边缘。把这么一个东西放在月球的位置上，结果只有一个字：毁灭。沃斯普 12b 的质量是月球的4000多倍，4000多倍的潮汐力，地球的海洋不是被拉起来，而是直接被甩出去。海水会像喷泉一样冲上天空，然后被沃斯普 12b 的引力吸走。地球的大气层也会被剥离，大气分子会沿着引力线流向沃斯普 12b， 地球会在几周内变成一个没有大气、没有海洋的死球。地壳在潮汐力的反复揉搓下碎裂，全球火山同时爆发，岩浆覆盖整个表面。最终，地球会在沃斯普 12b 的引力下解体，碎片形成一个环绕沃斯普 12b 的碎片盘。没错，地球变成了别人的环。你可以想象这个过程：一开始，地球的大气层被拉成一条长长的尾巴，朝向沃斯普 12b 的方向延伸。这条尾巴像一条发光的丝带，因为大气分子在被剥离的过程中会电离发光。然后海水也开始被拉起来，先是大气中的水蒸气被吸走，然后海洋表面开始隆起，形成一道永远不退的水墙。水墙越来越高，最终超过引力逃逸速度，海水直接飞向天空，奔向沃斯普 12b。 地球的表面在这个过程中会被剥掉一层皮，就像你剥一个苹果，先是皮，然后是果肉。地壳被潮汐力拉碎，地幔暴露出来，岩浆喷涌而出，也被吸向沃斯普 12b。 最后，地球的核心被拉长、断裂、碎成几块，一个完整的行星在几周之内被拆成零件。说真的，沃斯普 12b 放在月球位置这件事已经不是灾难了，是死刑。没有缓期执行，没有上诉，没有最后一餐，地球直接被吞噬。而且沃斯普 12b 本身也在走向死亡，它的母星正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你把沃斯普 12b 放在月球位置上，其实是把一个正在被处刑的囚犯拉到地球旁边，让他临死前拉个垫背的。沃斯普 12b 还有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天文学家在2010年发现，沃斯普 12b 的形状不是球形，而是被潮汐力拉成了橄榄球形。这说明它已经非常接近洛希极限，正在被它的母星撕扯。它的外层大气正在以每秒数十亿吨的速度被母星吸走，形成一条弯曲的气体尾迹。这颗行星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亡。天文学家估计，沃斯普 12b 大约在100万年后会被完全撕碎，把
把这个正在解体的行星放到月球轨道上，等于把一颗定时炸弹放在你家门口，而且定时器只剩100万年。但沃斯普12b的潮汐力对地球做的事情，跟它的母星对它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这就是宇宙的公平之处，也是残酷之处。沃斯普12b被它的母星撕碎，而它在月球距离上会撕碎地球。欺负和被欺负在宇宙里是一个链条，恒星撕碎热木星，热木星撕碎地球，地球撕碎月球。每个天体都在欺负比自己小的，同时被比自己大的欺负。说真的，宇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比人类社会残酷多了。好，现在你知道了，随便拿一颗外星行星来替代月球，结果都是灾难。比邻星 B 带来超重和大气干扰，开普勒22b 带来潮汐撕裂和轨道混乱，55巨蟹座 E 带来引力地狱和火雨，沃斯普12b 带来直接吞噬。每颗行星都有自己的灾难点，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质量太大。月球的质量只有地球的1/81，这个比例恰到好处。月球足够重，能稳定地球的自转轴，但又不至于太重，不会把地球的轨道搞乱。如果你把月球的质量增加10倍，地球的自转轴就会开始摇摆，增加100倍，潮汐力就会撕裂地壳。所以月球的质量不是随便定的，它必须在地球质量的1%到1/10之间的一个狭窄窗口里。现在你明白了吧？月球不是随便来的，它是45亿年前忒伊亚撞击地球后形成的，它的质量、距离、轨道都是那次撞击的精确产物。你可以把月球看作是地球系统的一个精密零件，换一个不合适的零件，整个系统就崩溃。这个零件有多精密？月球的质量只要增加2倍，地球的潮汐就会增加2倍，沿海生态系统就会被彻底打乱。月球的质量只要减少1半，地球的自转轴就会开始不稳定，气候在几万年内就会剧烈变化。精密到这个程度，你不能不感叹宇宙的巧合。说真的，月球是地球最好的朋友，不是那种嘴上说说的朋友，是那种在你不知道的时候默默帮你挡了很多灾的朋友。没有月球，地球的自转轴早就跑了，气候早就崩了，复杂生命可能根本没有机会演化出来。月球不亮的时候，你嫌它碍眼；它亮的时候，你觉得理所当然。但你不知道的是，它每天都在用自己的引力帮地球做事，稳定自转轴，调节潮汐，减缓自转。它不求回报，也不会求回报，因为它是一颗石头球。但这颗石头球是你能拥有的最好的邻居，不管它是超级地球、钻石行星还是热木星，它们的尺寸和质量都远超月球，放在月球的位置上只会带来毁灭。月球之所以是月球，不是因为它特别大或者特别亮，而是因为它刚好够小、够轻、够远，能稳定地球的气候而不毁灭地球。这个刚好是46亿年前一次火星大小的天体撞击地球后形成的。那次撞击抛射的碎片聚集成了月球。如果那次撞击的规模再大一点，或者再小一点，月球的质量就会不同，地球的命运也会不同。所以你的存在不仅需要地球大小合适，还需要月球大小合适，还需要46亿年前那次撞击的规模合适，每一环都不能出差错。
但这还不是最疯狂的假设。如果我们不用外星行星，而是用太阳系里其他的卫星来替代月球呢？这些卫星我们更了解，也更有代入感。太阳系里有200多颗卫星，大大小小，形状各异，有些比月球大，有些比月球小，有些有大气，有些有火山，有些有地下海洋。如果把月球换掉，从这些卫星里挑一颗放在月球的位置上，会怎么样？我们按照大小分3类来聊，先从大的开始。第一组，巨型卫星泰坦星和木卫3。泰坦星，也就是土卫6，是土星最大的卫星，也是太阳系第2大卫星，仅次于木卫3。泰坦的直径是5150公里，比月球大近50%，质量是月球的1.8倍。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太阳系唯一一颗拥有浓厚大气层的卫星。泰坦的大气层比地球的还厚，表面气压是地球的1.5倍，大气主要成分是氮气，还有甲烷和乙烷。甲烷在阳光下反应，产生一层橙色的有机雾霭，所以泰坦的天空是橙色的。如果你站在泰坦表面，抬头看到的是一个浓雾蒙蒙的橙色天幕，太阳只是一个模糊的亮点。惠更斯号探测器在2005年降落泰坦时，拍到了一个橙黄色的世界，地表有干涸的河床和湖泊，但流淌的不是水，是液态甲烷。泰坦上的甲烷循环类似于地球上的水循环，甲烷蒸发形成云，降雨汇聚成河流和湖泊。只不过泰坦的地表温度是-180度，甲烷在那里是液体。把泰坦放在月球的位置上，首先你会注意到夜空变了，月亮不再是那个清冷的银白色圆盘，而是一个橙色的有大气层的大球。你能看到它表面的云层在缓慢移动，能看到甲烷湖泊反射的微光。这个画面说真的比任何科幻电影都震撼，但壮观的背后是灾难。泰坦的质量是月球的1.8倍，潮汐力也是月球的1.8倍。现在的2-3米潮汐变成4到5米，听起来好像不算太夸张，但别急，这只是开始。泰坦比月球重80%，它拖慢地球自转的速度也快80%。地球的一天会逐渐变长，在几百万年内从24小时变成30多小时。昼夜温差的模式改变，生态系统需要重新适应。别小看这几个小时的差别，地球上的生物钟是经过几亿年进化才适配24小时周期的。你把周期突然改成30小时，所有的生物钟都要重新校准。植物的光合作用节奏被打乱，开花的时机偏移，授粉昆虫的活动时间跟花期错开。你想想看，蜜蜂在白天出来采蜜，但花在夜晚才开放，因为植物的生物钟告诉它现在还是白天。这种错位会导致大量植物无法繁殖，进而导致依赖这些植物的动物饥饿。但更大的问题是，泰坦有大气层，泰坦和地球之间会产生大气互动，不是直接连起来，但泰坦的大气会捕获太阳风中的粒子，形成一个气体尾迹，类似于彗星的尾巴。这个尾迹会延伸到地球附近，地球穿过这个尾迹时，会捕获一些泰坦的大气分子，甲烷和乙烷进入地球大气。甲烷是强效温室气体，比二氧化碳强20多倍。地球的温室效应会显著增强，
全球温度在几十年到几百年内升高几度到十几度，极地冰盖全部融化，海平面上升几十米，沿海城市全部淹没。然后甲烷积累到一定程度，大气成分改变，氧气比例下降，这对所有需要呼吸氧气的生物来说是致命的，所有的动物都会呼吸困难。你想想，你每天呼吸的空气里混入了从泰坦飘过来的甲烷，越吸越闷，越闷越困，最后在睡梦中窒息，这比直接被压死还阴险。还有一件事你可能没想到，泰坦的表面温度是零下180度。当你把一个零下180度的球放在月球距离上，它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冷源。它虽然不如月球亮，但它的热辐射谱完全不同。地球面向泰坦的那一面，夜间温度会比现在低几度。听起来不多，但这几度的差异足以改变大气环流的模式。现有的气团运动、季风系统、吸风带全部要重新调整。调整的过程不是和平过渡，而是剧烈的极端天气，暴风雨、干旱、寒潮、热浪轮番上阵，气候系统要花几千年才能达到新的平衡。在新的平衡到来之前，农业几乎不可能正常运作。木卫三，也就是盖尼米德，太阳系最大的卫星，它的直径是5260公里，比泰坦还大一点儿，也比水星还大，但它的质量只有月球的2倍多一点，因为它的密度低，主要由水冰和岩石组成。木卫三有自己的磁场，这在卫星里是独一份，它还有地下盐水、海洋。伽利略号探测器在1995年到2003年间环绕木星运行，发现了木卫三地下海洋的证据。哈勃望远镜后来又观测到木卫三极光的变化，进一步确认了海洋的存在。这个海洋藏在厚达100公里的冰壳之下，水量可能比地球上所有海洋加起来还多。把木卫三放在月球的位置上，夜空中会出现一个比现在月亮大50%的灰白色球体，表面有冰壳覆盖，上面布满了撞击坑和沟槽地形，看起来不如泰坦那么炫酷，但2倍月球的潮汐力意味着4到6米的潮汐，地球的自转会加速减慢，一天逐渐变成30小时以上。沿海地区每天要面对半层楼高的潮水冲击，防波堤和海堤全部要重建。而且木卫三的质量会扰动地球的轨道，地球不再绕太阳做近远轨道运动，而是带着木卫三一起做轻微的波浪形运动。这种轨道变化会影响地球接收的太阳辐射量，气候系统需要重新平衡。木卫三还有一个独特的问题，它是冰质的。在月球距离上，太阳辐射会让木卫三的表面冰层缓慢升华，水冰会直接变成水蒸气，形成一个稀薄的水蒸气大气层。这个大气层会被太阳风吹散，形成一条朝向地球方向的气体尾迹。地球会捕获这些水蒸气，给地球大气补充水分。听起来好像不错，但过量的水蒸气同样是温室气体，而且水蒸气在高空会凝结成云，改变地球的反射率。全球云量增加意味着更多的阳光被反射回太空，地球可能变冷，但同时水蒸气的温室效应又让地球变暖，这2种效应互相竞争，最终结果取决于很多因素。但不管哪种效应胜出，地球的气候都会发生巨变。说真的，
这2颗巨型卫星虽然会带来不少麻烦，但至少不会立刻毁灭地球。潮汐变大，气候变暖，自转变慢，这些都是慢性病，不是急症。人类可能还有时间适应和改造，当然，前提是你不介意每天多睡几个小时，每天被潮水追着跑，呼吸的空气里混着甲烷。不过，泰坦还有一个隐藏的危险，泰坦的地下可能有一个液态水的海洋，被厚厚的冰壳包裹着。如果把泰坦放到月球轨道上，地球和泰坦之间的引力互动会让泰坦内部的潮汐加热增加，这个加热可能会让冰壳变薄，甚至让内部的液态水通过裂缝喷发出来。就像木卫2的冰间歇泉一样，泰坦可能会开始向太空喷射水蒸气。这些水蒸气进入泰坦的大气层，与甲烷和乙烷混合，在阳光的紫外线下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复杂的有机分子。这些有机分子可能会被太阳风吹向地球，给地球大气注入一批原始汤，听起来好像是无害的。但大量有机分子进入地球大气，可能改变大气的化学性质，影响臭氧层。臭氧层一坏，紫外线直达地表，皮肤癌发病率暴增。第2组，奇观卫星木卫1和海卫1。这2颗卫星的共同点是，它们都不是正常的冰球或岩石球，它们有地质活动，有火山，有让科学家目瞪口呆的奇景。如果把它们放到月球的位置上，夜空会变得非常有意思，但也非常危险。木卫1，也就是伊奥，是太阳系火山活动最频繁的天体，它表面布满了400多座活火山，喷发高度可以达到500公里。500公里是什么概念？国际空间站的轨道高度才400公里。木卫1的火山喷发能把物质抛到比国际空间站还高的位置，它的颜色是黄色、橙色和红色的混合，因为表面覆盖着硫磺和二氧化硫。旅行者1号在1979年飞过木星时，首次发现了木卫1的火山活动，这是太空时代最意外的发现之一。科学家原本以为太阳系外围的卫星都是冰冷死寂的，没想到木卫1是个火球。把木卫1放在月球的位置上，夜空中你会看到一个色彩斑斓的黄色球体，上面偶尔能看到火山喷发的亮点。这个画面确实壮观，但木卫1的质量只有月球的 1.2 倍，潮汐力变化不大。真正的麻烦在于它的火山。木卫1的火山活动来源于木星的潮汐加热，它被木星和木卫2的引力反复拉扯，内部产生大量摩擦热，维持着活跃的火山。这叫潮汐加热，跟地球的潮汐力减慢自转是同一个原理。只不过木卫1被木星和木卫2两面拉扯，潮汐加热的功率极其巨大。木卫1内部产生的潮汐加热功率大约是100太瓦，相当于地球全部地热流的100倍。这就是为什么它能维持400多座活火山。一旦把木卫1从木星身边拿走，放到月球轨道上，它失去了潮汐加热源，火山不会立刻熄灭，因为内部的热量需要时间散去。但几百万年之后，木卫1会逐渐冷却，火山停止喷发，它变成一个灰色的死寂球体，跟今天的月球差不多。所以在木卫1替代月球的早期，你会看到一场持续数十万年的烟火秀，然后一切归于沉寂，有点像放了一个很长的烟花，然后世界安静了。
说真的，这有点浪漫，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烟花期间，木卫一喷出的硫磺颗粒会进入太空，一部分被地球引力捕获，进入地球大气层。硫磺颗粒在大气层中形成气溶胶，阻挡阳光，导致全球温度下降。不是下降1-2度，是下降10几度，甚至几十度。全球进入火山冬天，农作物欠收，粮食危机爆发。历史上有个类似的例子，1815年印度尼西亚的坦博拉火山爆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火山爆发之一。大量火山灰和二氧化硫进入大气层，导致1816年成为无夏之年，全球温度下降了1到2度。欧洲和北美6月飞雪，农作物大面积欠收，饥荒蔓延。而木卫一的火山规模是坦博拉的几千倍，甚至几万倍，持续几万年。你要在黑暗和寒冷中熬过几万年，等木卫一的火山慢慢停下来。海卫一，也就是特里同，是海王星最大的卫星，它的表面温度是-235度，覆盖着淡冰。但海卫一也有火山，不是岩浆火山，是冰火山。它喷出的不是岩浆，而是液氮和甲烷粉尘。旅行者2号在1989年飞过海卫一时，观测到了喷射高度8公里的冰火山。这种火山的工作原理跟地球上的完全不同。地球的火山是地幔的热量驱动，岩浆喷发；海卫一的冰火山是太阳的微弱，热量让地下的氮气升华膨胀，推开地表的裂缝，把物质喷射出去。虽然叫火山，但喷出来的东西比周围环境还冷。这就像你在-200多度的大冬天里，突然看到一股液氮从地下喷出来，在空中凝结成白色的冰晶飘落。这个画面比地球上任何火山都诡异。把海卫一放在月球的位置上，你会在夜空中看到一个泛着粉红色光泽的冰雪球，它的表面有冰原，有裂谷，有冰火山，看起来像一个被冻住的梦境。海卫一的质量是月球的0.2倍，比月球轻很多，这意味着它的潮汐力只有月球的1/5，地球的潮汐会大幅减弱，海洋的循环变慢。更重要的是，海卫一太轻了，它无法有效稳定地球的自转轴，地球的自转轴会开始缓慢摇摆，倾角在几万年内从23度变到30度、40度，甚至更大。四季变得极端，夏天酷热，冬天严寒。而且海卫一有一个稀薄的氮气大气层放在月球距离上，这些氮气会被太阳风吹向地球，给地球大气补充氮气。听起来好像不错，毕竟地球大气78%是氮气，但大气成分的任何改变都会影响气候系统的平衡，后果不可预测。海卫一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它的轨道是逆行的，也就是说，它绕海王星转的方向跟海王星自转的方向相反。这说明海卫一很可能不是在海王星身边形成的，而是一颗被海王星引力捕获的柯伊伯带天体。它本质上就是一颗跑到了海王星身边的冥王星。把它放在月球的位置上，它的逆行轨道意味着它会以跟地球自转相反的方向绕地球转。从地球上看，海卫一不是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而是从西边升起东边落下，这会让人非常困惑。但更重要的是，逆行轨道的潮汐效应跟顺行轨道不同，逆行卫星的潮汐力会加速地球自转，
而不是减慢。地球的一天会从24小时变成20小时、18小时，越来越短。你没听错，地球在加速旋转。你每天的时间越来越少，但不是因为你忙，是因为物理。一天18小时意味着白天9小时，夜晚9小时。昼夜切换太快，温差变化剧烈，大气和海洋都来不及调节温度。而且海卫一的逆行轨道在力学上是不稳定的，逆行轨道的卫星会螺旋下降，而不是远离。海卫一在海王星身边就在慢慢下降，大约36亿年后会进入海王星的洛希极限被撕碎。如果把它放在月球距离上，这个过程会更快。海卫一会在几亿年内螺旋撞向地球，或者被潮汐力撕碎形成环。所以海卫一替代月球是一个倒计时方案，你只是借了一颗临时月亮，它迟早要还。海卫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它的表面有氮间歇泉，也就是冰火山。这些冰火山的能量来源不是太阳的热量，而是海卫一内部残留的放射性衰变热。如果海卫一被移到月球距离上，太阳的热量会增加，冰火山的活动可能会增强，更多的氮气会被喷入海卫一的稀薄大气，然后被太阳风吹向地球。你可能会觉得地球大气本来就78%是氮气，多来一点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大气是一个精密的化学平衡系统，任何成分的大幅变化都会影响气候。而且海卫一喷出的不只是氮气，还有甲烷和一氧化碳。甲烷是温室气体，一氧化碳是有毒气体。虽然量不大，但在几万年的累积下，足以影响地球大气的化学组成。第三组，微型卫星，火卫一和火卫二。火卫一，也就是福波斯，是火星的2颗卫星中较大的一颗，但较大也只是相对的。火卫一的直径只有22公里，形状像一个不规则的土豆，质量只有月球的6000万分之一。火卫二更小，直径只有12公里，质量更微不足道。把火卫一放在月球的位置上，你会立刻注意到一个问题：月亮没了，不是被遮挡，是太小了看不见。火卫一在月球距离上视直径只有现在月亮的1%。夜空中你会看到一颗特别亮的星星，但不是一个圆盘。地球的夜晚会陷入纯粹的黑暗，没有月光。这不仅仅是浪漫的问题，夜行动物依赖月光狩猎和导航，没有月光，整个夜间生态系统崩溃。猫头鹰抓不到老鼠，蝙蝠找不到方向，海龟幼崽靠月光指引走向大海的本能失效。月光是无数夜行生物的生存基础，没有月光就没有夜间生态。整个食物链的底层断裂，效应向上传导，整个生态系统遭受重创。但更恐怖的是，潮汐消失。火卫一的质量太小了，它产生的潮汐力不到月球的100万分之一。地球的海洋会变得几乎静止，洋流系统崩溃。洋流是地球的恒温器，它把赤道的热水运向两极，把两极的冷水运回赤道。墨西哥湾流把赤道大西洋的热水送到欧洲，所以伦敦的冬天不算太冷。如果洋流停止，欧洲的气温会骤降10度以上，伦敦的冬天会变成西伯利亚。而赤道地区没有了热量输出的通道，温度会飙升到50度以上。地球的气候带变得极端化，赤道变成炼狱，两极变成冰域。中纬度地区可能在两者之间剧烈震荡。今天桑拿天，
明天暴风雪。而且没有月球的引力稳定，地球的自转轴会剧烈摇摆，不是几万年慢慢摇，是几千年内就可能从23度变成60度。北极对着太阳的季节，北半球温度飙升到100度以上；北极背对太阳的季节，北半球温度降到零下100度。每一个周期都是一次大灭绝。你想想看，春天播种的时候温度50度，秋天收获的时候温度零下30度。农业，什么农业？能活着就是奇迹。火卫一还有一个问题，它的轨道是不稳定的。火卫一目前距离火星表面只有6000公里，而且在以每年2厘米的速度螺旋下降，大约5000万年后会撞上火星，或者被潮汐力撕碎形成环。在月球距离上，火卫一受到太阳引力的扰动，会在几千年内被甩出地球轨道，成为一颗绕太阳运行的小行星。地球再次失去卫星，陷入无月球的孤独状态。而且火卫一的形状不规则，引力分布不均匀，它无法像一个球体卫星那样均匀地影响地球。地球的自转轴摇摆会更加混乱，不可预测。你现在至少还能预测下一个冰期什么时候来。换了火卫一之后，你连下个世纪的气候都预测不了。火卫二就更不用说了，它比火卫一还小，放在月球距离上连星星都算不上，基本上看不见，对地球的影响几乎为0。但零影响本身就是最大的影响。没有潮汐，没有自转稳定，没有夜间照明，地球变成了一个孤零零的球，在宇宙中独自旋转，夜夜黑暗，天天极端。说真的，月球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存在。它不亮的时候，你嫌它碍眼；它亮的时候，你觉得理所当然。但如果没有它，或者换一个不合适的替代品，你连觉得理所当然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已经死了。所有的人都死了，所有的猫也死了，连蟑螂可能都撑不住。月球是怎么来的？目前最主流的假说叫做大碰撞假说。大约45亿年前，太阳系刚形成不久，行星轨道还不稳定，一颗大小跟火星差不多，天文学家给它起名叫推伊亚的原行星，跟原始地球发生了一次侧面碰撞。这次碰撞的规模是毁灭性的，推伊亚的金属核沉入了地球内部，跟地球的核心合并，而推伊亚和地球的一部分地幔物质被抛射到太空中。这些碎片在地球周围形成了一个碎片环，然后在引力的作用下聚集成了月球。这个假说是有证据的。阿波罗计划带回来的月球岩石样本显示，月球的氧同位素比例跟地球几乎一模一样。这意味着地球和月球曾经是同一种物质，来自同一个来源。如果月球是从别处捕获的，它的同位素比例应该跟地球不同，但月球的铁含量比地球低得多，这跟大碰撞假说吻合，因为碰撞时大部分铁沉入了地球核心，抛射出去的主要是硅酸盐地幔物质。推伊亚的碰撞角度和速度至关重要，如果撞得太正，地球可能被彻底粉碎；如果撞得太轻，抛射不出足够的物质形成月球。推伊亚必须以一个刚刚好的角度和速度撞击地球，才能产生现在的月球。这个刚刚好是概率极低的，但它在45亿年前发生了。所以月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概率奇迹。你可能注意到了，
不管是外星行星还是太阳系卫星，没有一个是合适的月球替代品。太大了，潮汐失控；太小了，稳定不了自转轴；太热了，烤焦地球；太冷了，冻死一切。月球的质量、距离、温度3个参数都卡在了一个狭窄到令人窒息的甜蜜区里。这个甜蜜区不是设计出来的，是46亿年前一次偶然的撞击形成的。那个撞击体的大小、速度、角度，任何一个参数偏一点，月球的质量就会不同，地球的命运也会不同。所以你的存在不仅需要地球大小合适，还需要月球大小合适，还需要46亿年前那次撞击的规模合适，每一环都不能出差错。有趣的是，太阳系里其实有一颗天体的尺寸跟月球非常接近，那就是木星的卫星木卫一。木卫一的直径约3600公里，月球的直径约3474公里，几乎一样大。但木卫一的质量比月球大20%左右，因为它密度更高，而且木卫一是一个火山地狱，表面全是硫磺和硅酸盐。如果你把木卫一放到月球的位置上，大小看起来差不多，但很快你就会发现不对。首先，木卫一喷出的硫化物会进入地球大气，酸雨暴增。其次，木卫一的质量更大，潮汐力增加20%，沿海城市每天的潮水涨高30%。最后，木卫一的火山活动意味着它在不断喷发物质，它的质量在慢慢减少，轨道在慢慢变化。你换了一个不稳定的朋友来替代一个稳定的朋友，结果就是鸡犬不宁。这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月球是地球这把锁的钥匙，齿磨得刚刚好。你拿另一把钥匙来，齿不对，开不了。泰坦的齿太多，火卫一的齿太少。木卫一的齿虽然差不多，但它是歪的。每把钥匙都有自己的故事，但只有那把原装的钥匙能打开门。好，前面3段假想我们玩了3个游戏：地球变大，外星行星替代月球，太阳系卫星替代月球。每一个游戏的结局都是灾难。现在我们退后一步，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看宇宙中的天体到底有多大，它们之间是怎么互动的，以及为什么大小和位置这2个参数如此重要。先来一场宇宙尺度的旅行，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从最小的开始，一路走到最大。水星，太阳系最小的行星，直径4800公里。你能在水星表面塞下半个地球。水星上没有大气，白天温度430度，夜晚零下180度，昼夜温差超过600度，是太阳系最大的温差。然后是火星，直径6800公里，比地球小一半。金星跟地球差不多大，直径12000公里，但金星是一个地狱，表面温度460度，大气压是地球的92倍，空中飘着硫酸云。你说，同样大小的行星，差距怎么这么大？这就是参数的力量。金星离太阳比地球近了30%，就这么一点距离差异，加上它浓厚的大气，硬生生把一个可能宜居的星球变成了地狱。地球12700公里，然后是海王星49000公里，天王星51000公里，土星12万公里，木星14万公里。到这一步，木星已经能装下1300多个地球了。但这才哪到哪？太阳直径139万公里，能装下130万个地球。
你把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8大行星全部塞进太阳里，还填不满1%。太阳的质量占了整个太阳系的99.86%，剩下那0.14%，木星又占了大部分。所以从质量上说，太阳系就是太阳和木星2个人的舞台，其他所有天体加起来都是跑龙套的。地球连群演都算不上，最多算道具。但太阳在恒星里也只是中等偏小。天狼星，夜空中最亮的恒星，直径是太阳的1.7倍。北河3直径是太阳的11倍。大角星直径是太阳的25倍。参宿4，也就是猎户座左肩那颗红超巨星，直径是太阳的700到1000倍。如果参宿4放在太阳的位置上，它的表面会超过木星轨道，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全都被吞进去。但参宿4还不算最大的，史蒂文森2到18，目前已知最大的恒星之一，直径是太阳的2000多倍。放在太阳的位置上，它的边缘会到达土星轨道。土星，你能想象一个球大到把水星到土星之间的空间全部填满吗？这个球里面装了多少个地球？大约100亿个。我再说一遍，100亿个，你数都数不过来。但这里有个反直觉的事实，恒星虽然比行星大得多，但它们的密度却低得多。太阳的平均密度只有地球的1/4，红超巨星的密度更低。参宿4的平均密度比地球海平面上的空气还要稀薄。你可以把参宿4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棉花糖，体积大到吓人，但里面空空荡荡。如果你能飞到参宿4的表面，你会发现那里的物质稀薄到你都感觉不到自己在碰什么。这种低密度的恒星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它们的引力虽然质量巨大，但体积也巨大，表面引力反而不算夸张。参宿4的表面重力只有地球的0.00几倍。你在参宿4表面跳一下，能跳几公里高？当然你跳不了，因为参宿4的表面温度有3000多度，你会瞬间气化。参宿4还有一个让人紧张的身份，它是一颗即将爆发的超新星。我说即将，在天文学的时间尺度上，即将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10万年后，没有人知道。但参宿4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它核心的燃料快烧完了。当核聚变到铁元素时，反应不再释放能量，反而吸收能量，核心在不到1秒钟内坍缩，外层物质以1/4光速撞向核心，反弹形成超新星爆发。爆发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太阳一生发出的总光度的总和。在地球上看，参宿4超新星爆发时，天空中会出现一个跟满月差不多亮的亮点，持续几个月，白天都能看到。但别担心，参宿4距离地球大约640光年，超新星爆发的能量到这个距离已经不足以伤害地球生命。你会看到一场壮丽的宇宙烟火，仅此而已。不过如果它只有30光年远，那就另说了。30光年以内的超新星爆发释放的高能辐射足以破坏臭氧层，导致全球气候灾变。说真的，每次想到这些数字，我就觉得人类特别渺小，不是矫情的那种渺小，是物理意义上的渺小。你在宇宙里连一粒沙子都算不上，你连沙子上的一个原子都算不上。但别急着沮丧，
因为我们还没到最大的，恒星再大也只是宇宙的一角。真正的大佬是黑洞，人马座 A 星，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质量是太阳的400万倍，听起来很多。它的直径只有2400万公里，比太阳大17倍而已。黑洞的恐怖之处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密度。400万个太阳塞进一个比太阳大17倍的球里，这个球的密度高到你无法想象，但这只是个开始。M87星系中心的黑洞质量是太阳的65亿倍。2019年，世界望远镜拍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黑洞照片，就是这个家伙。照片上那个橙红色的甜甜圈，就是 M87黑洞的吸积盘。人类第一次直接看到了黑洞的影子。虽然严格来说，你看到的不是黑洞本身，而是它周围的物质在发光，但这个画面足以载入史册。通618，一个类星体中的超大质量黑洞，质量曾经被认为是太阳的660亿倍，最近修正为400亿倍左右。凤凰座 A 星黑洞，目前已知最大的黑洞之一，质量估计是太阳的1000亿倍。1000亿倍太阳质量，你能想象吗？把1000亿个太阳塞进一个黑洞里，这个黑洞的直径大约5900亿公里，是太阳到地球距离的4000倍。如果你站在这个黑洞旁边，光从黑洞的一端走到另一端需要20多天。说真的，到了这个尺度，数字已经失去意义了。你无法理解1000亿倍太阳质量是什么概念，就像一只蚂蚁无法理解太平洋有多大。但这正是宇宙的魅力所在，它大到让你的想象力破产。好，现在我们知道了天体有多大，那如果这些大家伙撞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先说星系碰撞，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这是最经典的例子。仙女座星系正以每秒110公里的速度向银河系飞来。以前的共识是，大约40到50亿年后，两个星系会碰撞合并，形成一个巨大的椭圆星系。天文学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银河仙女星系。不过2024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一项新研究说，别急，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这项研究由蒂尔萨瓦拉领导，发表在预印本平台。预印本平台上标题大意是末日何时到来，银河系与仙女座碰撞并非必然。他们用了杜伦大学计算宇宙学研究所的最新模型，把本星系群里4大星系的引力互动都算进去了。结果发现，如果只考虑银河系和仙女座两个，合并概率略低于50%，加入三角座星系后，概率升到2/3，但再加入大麦哲伦星云后，概率又降回了50%左右。大麦哲伦星云是银河系的卫星星系，它的引力作用会把事情搅浑。我比较赞同撞击派。2012年，哈勃望远镜的精确测量显示，仙女座的横向速度非常低，这意味着它几乎是直冲银河系来的。那些考虑了第三方星系影响的模型，虽然把概率拉低了，但引力计算中存在大量不确定性。暗物质晕的分布尤其难以精确测量。暗物质晕是包围每个星系的看不见的质量团块，它的引力影响星系的运动轨迹。我们对暗物质晕的质量和分布知之甚少，所以基于暗物质晕的模型存在很大误差。在没有更确切的观测数据之前，我倾向于认为
两个星系的命运已经注定，它们会撞上。而且萨瓦拉的研究也说了，即使碰撞发生，那也是大约80亿年后的事情。银河系与仙女座的碰撞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的问题。但撞上这个说法很有误导性，星系碰撞跟你想象的碰撞完全不一样。你想象的是两辆车迎面相撞，金属扭曲，零件飞溅，但星系里恒星之间的距离极其遥远。太阳到最近的恒星比邻星有 4.2 光年，光走4年才能到，而恒星的直径通常只有几百万公里，相当于几光秒。你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两颗恒星分别是2枚硬币，它们之间的距离相当于几百公里，你扔2枚硬币，让它们在几百公里外相撞，概率有多低？几乎为0。所以星系合并的时候，数千亿颗恒星互相穿过，几乎不会相撞。两个星系像2个幽灵一样穿过彼此，不是碰撞，是交融。但气体云会相撞，星系里有大量的气体和尘埃，这些气体的体积比恒星大得多，密度也低得多。两个星系的气体云相遇时，它们会相互挤压、冲击，产生冲击波。冲击波压缩气体，触发大规模的恒星形成。天文学家把这叫做星爆。合并后的星系里，恒星诞生的速率可能是正常星系的几十倍到几百倍。夜空会被无数新生的恒星照亮，景象壮观到让人窒息。当然，没有人能看到这个景象，因为那时候太阳可能已经变成红巨星，吞噬了地球。但如果你能从远处看，这可能是宇宙中最壮丽的烟花。星系合并还有一个后果，就是超大质量黑洞的合并。银河系和仙女座各自中心都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银河系的中心黑洞是人马座 A 星，400万倍太阳质量。仙女座的中心黑洞更大，大约1亿倍太阳质量。两个星系合并时，这2个黑洞也会相遇，它们不会直接碰撞，而是会进入一个螺旋形的死亡之舞。它们绕着彼此旋转，越转越近，每一圈都释放引力波。引力波是时空的涟漪。爱因斯坦在1916年预言了它。2015年，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在2015年9月14日探测到了2个黑洞合并的引力波信号。人类第一次听到了时空的震动。当2个超大质量黑洞最终合并时，释放的引力波能量相当于几个太阳的质量，在瞬间转化为引力波能量。这个事件在时空中制造出一个巨大的涟漪，以光速向宇宙4面8方传播。如果你在附近，引力波会把你的身体拉成面条，再压回饼，反复多次。当然，你不会感受到，因为拉和压的频率太低了，人体感知不到。但地球的形状会在这个引力波经过时微微变形，大约几毫米。你没听错，整个地球的形状被一个远在几亿光年外的黑洞合并事件改变了几个毫米。这就是引力波的力量。说到引力波探测，不得不提一句咱们国家的贡献。2016年，天琴计划正式启动，目标是在太空中建立引力波探测阵列。天琴计划由中山大学主导，计划在2035年前后发射3颗卫星，组成一个臂长10几万公里的等腰三角形阵列。跟地面探测器不同，太空探测器不受地表振动干扰，可以探测更低频率的引力波，
包括超大质量黑洞合并产生的信号。除了天琴，还有太极计划，由中国科学院主导，也是空间引力波探测项目。这2个计划，一个跟着地基探测器走，一个盯着空间探测的未来，目标都是在引力波天文学这个新领域里占一席之地。说真的，引力波天文学才刚刚开始，未来几十年会有更多惊喜。然后是恒星碰撞，恒星相撞在宇宙中极其罕见，但在某些环境下会发生球状星团的中心。恒星密度极高，恒星的平均距离不是几光年，而是光天甚至光时。在这种环境下，恒星碰撞的概率大大增加。半人马座欧米伽星团是银河系最大的球状星团，包含约1000万颗恒星，中心的恒星密度是太阳附近的1万倍。在这种环境里，恒星碰撞大约每1万年发生一次。2颗恒星相撞会怎样，取决于速度和类型。如果碰撞速度很低，低于每秒480公里左右，2颗恒星会合并成一颗更大的恒星。合并后的恒星获得了新的氢燃料，焕发第二春。这种恒星叫做蓝离散星，它们看起来比周围的恒星更蓝、更亮、更年轻，但其实它们已经老了，只是吃了别的恒星续了命。天文学家第一次发现蓝离散星的时候很困惑，因为球状星团里的恒星应该是同龄的，为什么有的看起来年轻很多？后来才明白，这些是恒星碰撞的产物，是宇宙中的吸血鬼，它们通过吞噬同伴来延长自己的寿命。蓝离散星的形成机制有2种，一种是双星系统中的物质转移，一颗恒星把另一颗恒星的气体吸过来；另一种是直接碰撞合并，2颗恒星在路上撞到了一起，变成一颗更大的。2种机制都已经被观测证实，但如果碰撞速度很高呢？高于每秒480公里，巨大的动能会传递给2颗恒星，物质被炸飞，形成一团膨胀的气体云，2颗恒星彻底湮灭，连渣都不剩。这比超新星爆发还暴力。超新星至少还留下一个中子星或黑洞，高速碰撞的恒星合并连残骸都没有，只有一团稀薄的气体在宇宙中慢慢扩散。中子星碰撞又是另一回事，2颗中子星相撞会释放出巨量的中子和重元素，金、铂、铀。这些重元素大部分都是在中子星碰撞中产生的。2017年8月17日，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和室女座引力波探测器同时探测到了一个引力波信号，来自2颗中子星的合并。这是人类第一次探测到中子星合并的引力波，同时也是第一次同时观测到光学对应体。那次碰撞产生了大约10倍地球质量的黄金。是的，你手上的金戒指很可能来自数十亿年前2颗中子星的碰撞。说真的，这让金子变得浪漫了很多。每次你看到金项链，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2颗中子星在宇宙深处猛烈拥吻时诞生的。当然，这个比喻有点肉麻，但物理就是这样。中子星合并还产生了一种叫做铅新星的发光现象。2颗中子星碰撞后，抛射物中的放射性元素快速衰变，释放大量能量，产生一个短暂但极其明亮的光学信号。铅新星的亮度大约是普通新星的1000倍，所以叫铅新星，但跟超新星比还是暗了不少。
2017年的那次中子星合并，全球有超过70个天文台参与了后续观测，从光学到射电到 X 射线，几乎所有波段都有信号。这是多信使天文学的开端，人类第一次同时用引力波和电磁波观测同一天体。气态巨行星碰撞会怎样？如果两颗像木星一样的气态巨行星相撞，它们不会像岩石行星那样碎裂，它们的气体会在碰撞中混合压缩。如果合并后的质量超过木星质量的13倍，核心温度和压强会达到点燃而核聚变的门槛，是氢的同位素。烷聚变是最低级别的核聚变。点燃神聚变后，这颗合并后的天体就不再是行星了，它变成了一颗褐矮星，介于行星和恒星之间的过渡天体。褐矮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存在，它太重了，不能叫行星，但又太轻了点儿，不然氢聚变，不能叫恒星。褐矮星的质量范围大约是木星的13倍到80倍，13倍木星质量是燃聚变的门槛，80倍木星质量，也就是 0.08 倍太阳质量，是氢聚变的门槛。在这个范围里，南北侧一门说，我们四合能干涉南整来，能干涉一门楼，每门侧心那样长期燃烧氢。褐矮星会发出暗红色的光，表面温度大约100度到2度，在红外波段很亮，但可见光很暗。你用肉眼勉强能看到一个红色的光点。如果质量继续增加，超过木星质量的80倍，氢聚变被点燃，褐矮星就变成了一颗真正的红矮星，宇宙中最小的恒星。木星如果要变成褐矮星，需要把质量增加13倍，需要12个木星叠在一起才能点燃燃聚变。但木星的主要成分是氢和氦，跟太阳一样，所以理论上如果质量够了，它是有可能点燃的，只是太阳系里没有足够的物质让它吃胖。但两颗气态巨行星相撞，可能凑够这个质量。是的，两颗气态巨行星撞在一起，可能诞生一颗恒星。这个画面很美，但不要在附近看，因为碰撞释放的能量会把附近的一切蒸发。褐矮星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测特征。2013年，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叫怀斯0855的褐矮星，距离地球大约 7.2 光年，是太阳系之外离我们最近的已知天体。它的表面温度只有零下13度到零下5度。是的，你没听错，一颗恒星级别质量的天体，表面温度跟你家冰箱冷藏室差不多。这是因为褐矮星太小了，烧不动刃，只能靠余热慢慢冷却。怀斯0855的质量大约是木星的3到10倍，它可能是一颗大型行星，也可能是一颗小型褐矮星，科学家还在争论。但不管它是什么，它告诉我们，宇宙中的天体不是非黑即白的，行星和恒星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褐矮星就站在那个灰色地带里。说真的，宇宙中的碰撞不是毁灭就是新生。恒星碰撞诞生蓝离散星，中子星碰撞诞生黄金，星系碰撞诞生新星爆发，气态行星碰撞可能诞生恒星。每一次毁灭都是创造的开始，这不是鸡汤，是物理。超大质量黑洞的合并就更壮观了。两个星系合并，各自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最终会相遇。它们不会直接碰撞，因为黑洞是没有实体表面的，它们是时空的扭曲。
两个黑洞会绕着彼此旋转，以引力波的形式释放能量，每转一圈，它们就靠近一点。转了不知多少亿圈之后，它们最终在不到1秒钟内合并。这一瞬间释放的引力波能量，可能超过整个可观测宇宙所有恒星的光度总和，不是几十倍，不是几百倍，是几十亿倍。宇宙中没有任何事件比超大质量黑洞合并更猛烈，但它不会产生光，不会产生爆炸，只产生引力波。你听不到，看不到，感觉不到，但时空本身在那一刻震颤了。通618和凤凰座 A 星黑洞如果合并呢？这两个宇宙巨兽，一个400亿倍太阳质量，一个1000亿倍太阳质量，如果它们以某种方式相遇，合并后的黑洞将达到1400亿倍太阳质量。这个黑洞的直径将超过1万亿公里，光走40天才能穿过它。合并释放的引力波能量可能相当于几亿个太阳的质量转化为纯能量。这个事件足以让整个宇宙的时空都微微颤动。当然，这两个黑洞距离数十亿光年，它们之间相撞的概率几乎为0。但宇宙有足够的时间，数百亿年、数千亿年、万亿年，在无限的时间里，任何概率不为0的事件都会发生。也许在100亿年后的某一天，宇宙深处的某个文明会探测到一声低沉的时空震颤，那就是两个超大质量黑洞在跳最后一支舞。好，我们已经从地球走到了黑洞，从行星碰撞走到了星系合并。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回到那个被反复蹂躏的地球。为什么地球刚好是现在这么大？为什么月球刚好是现在这么远？为什么太阳系刚好是现在这个结构？答案简单到让人发抖。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不会在这里问这个问题。这叫仁则原理。宇宙的参数看起来精妙到荒谬，是因为只有精妙的参数才能产生观察者。你不能在一个没有生命的宇宙里问为什么宇宙没有生命，你不能在一个没有地球的宇宙里问为什么地球是这个大小。你存在，所以参数必须是对的。这听起来像废话，但它是宇宙学中最深刻的洞见之一。仁则原理有2种版本。弱仁则原理说，观察者只能存在于参数合适的宇宙里。强仁则原理说，宇宙必须允许观察者的存在。我站弱仁则原理，因为强仁则原理有点太目的论了，好像宇宙是有意为生命设计的。但弱仁则原理只是说了一个显然的事实：你存在，所以参数合适。至于为什么参数合适，可能有无数个不合适的宇宙，只是没有人在里面问问题。地球的直径12700公里，不是随便的数字，太小，引力不够，大气逃逸。火星就是一个例子，火星的质量只有地球的11%，引力太弱，大气在几十亿年里被太阳风吹走了大半。火星大气现在只有地球的1%，液态水无法在表面存在，太大，引力过强，大气过厚，温室效应失控。金星就是一个例子，金星的质量跟地球差不多，但大气是地球的92倍。二氧化碳造成的温室效应把表面温度推到了460度。地球卡在火星和金星之间，引力刚好能留住大气，但不至于失控，温度刚好能让水以液态存在。月球距离38万公里，不是随便的距离，太近，潮汐撕裂地壳，
全球火山地震太远，潮汐不够，自转轴不稳，气候混乱。太阳质量是地球的33万倍，不是随便的比例太大。太阳烧得太快，10亿年就变成红巨星，地球来不及演化出复杂生命。太小，太阳烧得太慢，但光度不够，地球会冻结。实际上，太阳的质量有一个非常窄的区间，太大了，寿命短；太小了，光度低。太阳的质量刚好在这个区间里，它的寿命大约100亿年，现在46亿岁，还有50多亿年的稳定期。地球上从最早的单细胞生命到人类，用了大约35亿年。如果太阳的寿命只有20亿年，复杂生命根本来不及出现。每一个参数都卡在一个狭窄到令人窒息的区间里，这个区间叫做宜居带，不只是一个距离的概念，而是所有物理参数的总和。大小、距离、质量、成分、磁场、大气、自转速度、公转周期，每一项都必须在区间内偏一点儿，就不是毁灭的问题了，是从来不会开始的问题。这里要展开说一下为什么参数这么窄。以大气为例，行星要留住大气需要2个条件：第一，引力足够强，能拉住大气分子；第二，温度足够低，大气分子的热运动速度不超过逃逸速度。火星的引力只有地球的38%，逃逸速度只有每秒5公里。火星大气中的气体分子在太阳紫外线的作用下被加热，运动速度超过5公里的分子就会逃逸到太空。几十亿年下来，火星大气几乎被掏空了。地球的逃逸速度是每秒11.2公里，足够拉住氮气和氧气。但如果地球更大，比如3倍地球质量，逃逸速度会更高，大气会更厚。更厚的大气意味着更强的温室效应，氢气和氦气这种氢分子也会被留住，它们在高层大气中分解，氢气逃逸到太空，但氢气的温室效应会失控，所以太大了也不好。再以磁场为例，地球的磁场来自外核的液态铁对流，要产生磁场需要3个条件：第一，导电的液态内核；第二，自转；第三，内核的对流。地球3个条件都满足。金星呢？金星跟地球差不多大，内核也应该是液态铁，但金星的自转极慢，1天比1年还长。没有足够的自转，液态铁的对流无法产生有效的磁场，所以金星没有全球磁场，它的大气被太阳风直接轰击。火星也没有全球磁场，它的内核可能已经凝固了，不再有液态铁对流，所以地球的磁场不是理所当然的，它需要3个条件同时满足，缺一不可。地球还有几个常被忽略的幸运之处。第一，木星。木星是太阳系的保镖，它巨大的引力为地球挡住了无数彗星和小行星。1994年的苏梅克列维9号彗星撞木星事件，人类亲眼看到了木星是如何保护内太阳系的。如果那颗彗星撞的是地球，生物圈至少倒退1亿年。第二，地球的磁场。地球有一个液态铁核，产生磁场，磁场保护大气不被太阳风吹走。火星没有全球磁场，所以大气被吹走了。第三，板块构造。地球的地壳分成几大板块，不断移动和碰撞，这调节了碳循环，稳定了气候。金星没有板块构造，二氧化碳全部留在大气里，
温室效应失控。第四，月亮。我们前面说了，月球稳定自转轴，但月球还有一个贡献，它造成的潮汐促进了海洋的循环，可能加速了生命的演化。46亿年前，太阳系从一团旋转的气体和尘埃中凝聚成型，引力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把物质揉成球，把球排成行，无数次碰撞，无数次合并，无数次引力博弈，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系统。地球在第三轨道，不大不小，月球在旁边，不近不远，木星在外围，用它巨大的引力为地球挡住了无数彗星和小行星。太阳在中心，稳定地燃烧了46亿年，不多不少。说真的，你能活着读到这里，本身就是一连串概率奇迹的最终产物。你的存在是宇宙花了138亿年为你准备的一份礼物。包装纸上写着引力常数、光速、普朗克常数，每一张都是精确到小数点后很多位的数字。拆开包装，里面是一个蓝色的球，旁边挂着一个灰色的球，绕着一颗黄色的球转。这3颗球的尺寸和距离是你能拥有的最好组合。你可能觉得这太巧了，巧到像是被设计好的，但想想看，宇宙里有上千亿个星系，每个星系有上千亿颗恒星，每颗恒星周围可能有无数颗行星。在这么大的基数里，即使概率再低，也总会有那么一颗行星。所有参数都刚好，地球就是那颗行星。你不是幸运，你是在巨大的基数下的必然。就像买彩票，中奖的概率很低，但如果卖了1万亿张彩票，总有人中奖。那个人不是运气好，是概率。所以下次你抬头看月亮的时候，别只觉得它好看，那个灰色的坑坑洼洼的球体是地球46亿年来最忠诚的伙伴。它不大不小，不远不近，不轻不重，它恰好能稳定你的气候，恰好能点亮你的夜晚，恰好不会把你撕碎。你还能要求什么呢？宇宙不需要你。宇宙有1000亿个星系，每个星系有1000亿颗恒星，每颗恒星周围可能有无数颗行星。地球不特殊，月球不特殊，你不特殊，但对于你来说，这颗不大不小的地球，这颗不远不近的月球，就是你拥有的一切。珍惜它吧。往好处想，现在绝对是欣赏宇宙的最佳时机。太阳还在稳定燃烧，月球还在稳定轨道，地球的磁场还在保护你，板块构造还在调节气候。你抬头就能看到星星，低头就能看到大地，呼吸就能吸入氮气和氧气的混合气体。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是46亿年引力博弈的最终结果。享受吧，因为50亿年后，太阳会变成红巨星，地球会被吞噬，月球会螺旋坠入地球。在那之前，你还有一点时间，不多，也就50亿年，够你看完这个视频了。